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最近这20-30年，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说，肠道不健康要补充益生菌。我们可能是因为广告也多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重视的人也多起来了。实际上呢，肠道不健康的人的数量其实也是在增加的。这个跟2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。第一件事情很有关系的是，我们饮食里面接触到的化学物质太多了，所有化学合成的东西对我们肠道的环境来说都是一种伤害。我们肠道的益生菌非常不喜欢化学合成的东西，非原生态的食物、精加工的食物越来越多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，现在这个年代呢，自然生产的小孩越来越少，剖腹生产的小孩越来越多。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比较不会理解，说自然生产跟剖腹生产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啊？因为自然生产的婴儿，他是从母亲的产道里面生产出来的，他在经过母亲产道的时候，他的口、他的鼻，他就接触到了母亲身体里面的细菌了。他等于把母亲的菌种啊，就透过产道，就等于传送给了婴儿。他肠道里面的菌的种类啊、菌株啊，大体上就跟母亲很近似。那他就带着母亲的菌种、菌株来到这个世界上了。剖腹产的小孩没有，剖腹产的小孩没有经过母亲的产道。他们这些研究学者发现，剖腹产的小孩，他肠道里面的菌种跟菌株是混乱的。有环境的，有护士的，有医生的，有工具的，是混乱的，这样的对他们的健康其实有很明确的影响。剖腹产的小孩啊，他遇到的健康挑战是比较多的，也比较明确的。加上现在这个环境，我们食物里面的化学物质越来越多了，所以现在的人肠道的健康远远不如过去，是真的。我们如何面对这个问题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什么？我自己8年以前刚刚开始改变饮食的时候，我非常关注益生菌的问题啊。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老老实实去买益生菌回来吃，一边吃益生菌一边学习肠道健康、肠道环境、肠道菌丛。我们肠道里面的菌的数量啊，大约有100万亿个细菌啊，肠道的菌100万亿啊，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。这么多的细菌啊，1.5公斤啊！大多数的人知道肠道的菌分成有益菌跟有害菌。实际上呢，我们肠道的菌分成有益菌、有害菌，还有一种菌叫做中间菌。中间菌是什么？中间菌是不分好坏的。有人叫中间菌，叫它叫做墙头草，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你肠道里面的菌有100万亿个，大约有70%都是中间菌，有30%是有益菌跟有害菌加在一起的。那这中间菌呢，怎么决定它的属性呢？如果你这30%的菌啊，大多数都是有益菌的话，这70%的中间菌都变成有益菌了。如果你这30%的菌大多数都是有害菌，那么这70%的中间菌统统变成有害菌了。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这其实是一个有益菌跟有害菌数量的比赛。孩子过了3岁4岁以后，他肠道里面的菌种跟菌株我们就改变不了了，定植了。除非现在有一些医疗机构，他们可以给你处方一些很厉害的菌种跟菌株，医疗用的那些菌种跟菌株也只能够发挥短期的效果，它不能够变成你的菌种跟菌，它不能够留在你身体里面以后就是你的了，没有。所以小孩在3、4岁以前，他的生长环境很重要，决定了他的菌种跟菌株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过度的把注意力放在菌种跟菌株身上，其实意义不大。首先你花很多的钱去买益生菌回来，它的数量很少啊，每一粒益生菌里面可能有200亿、300亿个有益菌，它给你很特殊的菌种跟菌株，可是这些菌种跟菌株不能够变成你的菌，过几天就没了。更何况200亿、300亿是非常非常少的数量啊。我们肠道的菌有100万亿个菌啊，而我们现在需要影响的是那70%的中间菌啊。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，在处理肠道健康的时候，我不去考虑菌种菌株。最朴素的，其实科学家们做过研究的，我们人的肠道，我们人的身体啊，最喜欢的就是乳酸菌啊。酸奶里面的菌就是乳酸菌，乳酸菌可以有不同种类，可是它都统称乳酸菌啊。为什么科学家说我们人的身体很喜欢？第一，乳酸菌是有益菌，乳酸菌在我们肠道停留的时间很长，比一般的菌种菌株停留的时间都长。一般的菌种菌株在我们肠道里面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，乳酸菌可能可以超过2个礼拜，所以它在我们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很长。而乳酸菌很便宜，而乳酸菌可以透过自己在家里面做酸奶，你就可以得得到的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济实惠、数量庞大的。我说数量庞大，一会儿我解释给你们听啊，数量庞大的这个吃到有益菌的一种方法。所以呢，我自己改善自己肠道健康，我自己补充有益菌的方式是自己在家里面做酸奶。那我解释给各位听啊，你说做酸奶是这么的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，它可以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吗？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我算一笔账给你们听哈。我用的酸奶菌啊，每一小包里面的菌种啊是100亿个活菌，这一小包不到2毛美金。我们把这100亿个乳酸菌放在准备好的牛奶，
大概1000毫升的牛奶，我把这个乳酸菌放在这个牛奶里面，放到酸奶机里面去了以后，这个菌是活的。酸奶机大概温度是40度、42度，它在酸奶机的环境里面呢，它会开始自我复制。它复制的速率啊，大约每1个小时它可以自我复制3次。我们平常做酸奶，大概做8到12个小时左右。你去算算看，到第8个小时的时候，你这一锅酸奶里面会有多少个益生菌？它每1个小时自我复制3次，我算给你听。第1个小时从100亿开始的，复制3次就是200亿、400亿，然后800亿。第1个小时结束了。第2个小时从800亿开始复制，变成1600亿，变成3200亿，变成6400亿，这才第2个小时。第3个小时开始从6400亿开始复制第1次，变成12800亿。然后变成25600亿，然后变成51200亿，这是第3个小时。你知道这样继续复制下去，到了第8个小时结束的时候，你这一锅酸奶里面有多少亿个益生菌吗？我告诉你，大约16亿亿。是的，这1000毫升的牛奶里面，理论值有16亿个益生菌在这一锅酸奶里面等着你了。16亿，我很喜欢讲这个数字哈，因为它数量庞大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今天改善肠道环境健康的环境是要靠以量取胜，要有大量的益生菌去取胜的，不是300亿、500亿可以满足得了的。我把这一锅酸奶，我自己为了控糖的理由，因为酸奶里面也有5.5%的糖啊，碳水化合物啊，所以我自己呢，我会用一个酸奶过滤器，把这一锅酸奶倒到过滤器里面，它会滴乳清，放到冰箱里面让它滴2个小时到3个小时。之后这锅酸奶就可以吃了，滴出来的乳清我就不要了。那这个酸奶过滤过乳清以后呢，它基本上就不会有升糖反应了，大多数的碳水化合物就过滤掉了。那么这一锅酸奶我把它分成4次，理论上来说，每吃1次可以得到4亿个有益菌。你听清楚了，是4亿，不是4亿。好了，吃有益菌对我们身体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我们要把它送到肠道里去，而胃酸可以消灭绝大多数的益生菌。我们的胃酸浓度比较高的时候，我们的胃酸 pH 值大概在1左右。如果你在 pH 值1，就是胃酸浓度最高的时候吃这个益生菌的话，大概 99.9% 都会被你的胃酸消灭掉，只有 0.1% 可以送到你的肠道里面去。但是无论如何，4亿的 0.1% 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。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把更多的有益菌送到我们的肠道里去了？有的。我们不要在空腹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在胃酸浓度最高的时候吃酸奶，我们在胃酸浓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吃酸奶。什么时候？饭后吃。你刚刚吃完饭的时候，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啊，稀释了你胃里面的胃酸啊，这个时候你的胃酸有可能可以降到3左右了， pH 值来到了3左右了。到了这个时候你去吃你的益生菌的话，大概60%到65%的这些益生菌啊，可以活着达到你的肠道的。那你说那还损失了40%左右啊？你放心，听我说完了，这40%不是白白的牺牲的哈。你送了60%到65%的有益菌到了你的肠道里面去了，它们是活的东西啊。这些细菌到了你的肠道，它们需要有食物的，它们需要有东西可以吃。你提供食物给它，它到了你的肠道以后，它会继续自我复制的。那它的食物是什么？肠道里面的细菌最喜欢吃的食物叫做膳食纤维。我们肠道里面的细菌可以吃的第2种食物是什么？死掉的细菌的尸体。所以那40%不是白白牺牲的，那40%也同样送到你的肠道里面去，给肠道的菌提供食物啊。所以他们去到肠道里面是可以发挥作用的。千万要记住，你要提供食物给他们，他们喜欢吃的食物叫做膳食纤维。你要了解一件事，他必须要有食物可以吃。如果你不给他需要吃的食物，肠壁上的绒毛、肠壁上的细胞会被它啃食，这个呢就对我们非常不利了。所以呢，补充膳食纤维啊是很重要的了。膳食纤维从哪里来？大多数的膳食纤维来自于蔬菜，纤维比较多的蔬菜有羽衣甘蓝啦、秋葵啦、绿色的花菜、白色的花菜、菠菜、韭菜、香菜、芹菜，这些纤维都很丰富啊。你去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。如果你怕不够的话，那还有一些，比方说菊粉呢，比方说亚麻籽，嚼碎了喝，亚麻籽、奇亚籽，这些都是纤维很丰富、营养也很丰富的食物。你每一天吃一份这样的酸奶，4亿个菌，就是打了6折以后还有2.4亿啊，这非常大的数量啊。然后你给它食物，它们在你的肠道里面继续繁殖。
这样你给它一段时间，你肠道里面那70%的中间菌全部都变成有益菌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你肠道的环境就非常的健康了。这个是我提供给大家养护肠道健康的方法。顺便说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知识，我们平常在讲脂肪的时候，说我们摄入优质脂肪，优质脂肪有好多种，比方说 Omega 3跟 Omega 6是重要的优质脂肪， Omega 6不要过量，它跟 Omega 3是平衡的，它是优质脂肪。平时我们说 Omega 3跟 Omega 6叫做超长链的脂肪酸，它们在我们身体里面有特殊功能的。脂肪酸还有一叫长链脂肪酸，是我们日常饮食里面接触到的脂肪都是长链脂肪酸，有优质的有非优质的，我们在其他的课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。中链脂肪酸我们跟大家也提过，椰子油里面有 65% 的脂肪酸叫做中链脂肪酸，还有一种脂肪酸叫做短链脂肪酸。短链脂肪酸对我们血管的健康，对我们心脏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，短链脂肪酸。但是短链脂肪酸在我们日常饮食里面吃不到，没有，饮食里面没有，膳食补充剂里面也没有。所以短链脂肪酸不是一个你可以想办法得到的东西。我们身体需要的短链脂肪酸从哪里来？就是肠道的菌，它们吃了膳食纤维了以后，我们肠道的菌会制造短链脂肪酸，透过小肠吸收。这个短链脂肪酸对我们血管的健康至关重要，所以在你养护你肠道的同时，你也养护了你血管的健康，降低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听人家说过，说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大脑，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。我跟各位说，我们的第一大脑是听第二大脑的，肠道指挥我们的脑啊。所以养护我们的肠道，对我们的脑，对我们整体的健康，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有重大的意义的，请大家注意了。